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张雨绮声明硬刚，疑因代言就愿与诚意粉丝开撕。嗨，各位吃瓜第一线的姐妹兄弟们，小报我又来了。昨晚深夜，娱乐圈又不平静了。这个话题是不是像坐了火箭一样，嗖的一下就冲上了热搜第一？点进去一看，嚯，信息量巨大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张雨绮工作室发了一篇措辞严厉的严正声明，直指部分网络用户对张雨绮进行造谣、人身攻击，甚至上升到了有组织的网络霸凌层面。声明里明确说了，已经委托律师开始取证，下一步就是要拿起法律武器，硬核维权了。看到这儿，估计很多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会问：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突然就要告了？别急，让小报我给大家捋一捋这背后的瓜藤。这事儿啊，牵扯的线索还真不少，新仇旧怨交织在一起，堪称一出饭圈连续剧。导火索一：代言风波，是蹭还是撕？最近有眼尖的网友发现，张雨绮新代言的品牌有棵树，似乎和同为演员的诚意代言的某个品牌存在撞车，也就是品类重叠。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。诚意的部分粉丝立刻炸毛，指责张雨绮这是在蹭商务，故意抢资源，甚至开始攻击张雨绮代言的产品。言辞嘛，大家懂的，饭圈互撕起来，那火力不是一般的猛。而张雨绮的粉丝也不是吃素的，立刻反击，强调品牌合作是正常商业行为，光明正大，凭什么被扣上蹭的帽子？还反过来指控对方粉丝长期以来对张雨绮进行辱骂和抹黑。这你来我往，火药味越来越浓，从品牌争议迅速升级为人身攻击，场面一度十分难看。导火索二：4年旧账再被翻，谁在职场霸凌？如果说代言冲突是新仇，那这就怨旧的追溯到2020年那部大火的仙侠剧《琉璃》了。有网友翻出旧料，指控当年在《琉璃》宣传期间，张雨绮的后援会曾联合袁冰妍、刘学义、白树这3家的官方后援会，发布了一些宣传物料。重点来了，这些物料被指刻意忽略了男主角诚意。这个行为，在部分网友看来，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职场霸凌，是对男主的不尊重。更让他们不满的是，据说相关物料至今还没删除，于是要求后援会道歉的声音就没停过。对此，张雨绮的粉丝也觉得冤枉，澄清说那次4站联合并非自家主导，而且当时诚意好像还没有官方认证的粉丝后援会，所以不存在联合排挤一说。但这解释显然没能平息所有争议。4年过去了，这个旧账就像个定时炸弹，时不时就被翻出来，成为攻击张雨绮及其粉丝的弹药。工作室下场，是终结还是开始？面对愈演愈烈的网络冲突和有组织的攻击，张雨绮工作室这次终于选择不再沉默，直接甩出律师函警告。这一招可以说是相当硬气了。小报我看到这份声明，心里也是五味杂陈。一方面，网络暴力确实可恶，无论起因是什么，动辄人身攻击、造谣诽谤，甚至有组织的去围剿一个人，这绝对是突破底线的行为。支持艺人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，这没毛病。任何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言行负责，网络并非法外之的。另一方面，饭圈文化的复杂性也再次摆在了我们面前。粉丝因为热爱剧集，也因为维护偶像而变得极具攻击性，互撕似乎成了常态，一点火星就能燎原。为了自家哥哥姐姐，不惜攻击他人，甚至扭曲事实，恶意解读，这真的是健康的追星方式吗？这次张雨绮工作室的声明，
或许能暂时震慑住部分极端言论，但能彻底终结这场旷日持久的饭圈大战吗？小报我持保留意见，毕竟粉丝之间的恩怨情仇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小报说两句，说句实在话，明星享受着流量带来的红利，也必然要承担相应的关注和审视，但这种关注绝不应该变成无休止的谩骂和霸凌。品牌代言也好，过往作品也罢，本可以就事论事，理性讨论。可一旦被饭圈情绪裹挟，往往就变了味儿。张雨绮也好，程毅也罢，作为演员，他们的本职工作是拿出好作品。粉丝们与其把精力耗费在无休止的拉踩和互撕上，不如多关注自家偶像的作品，理性支持，文明追星。毕竟，追星是为了快乐，而不是为了变成网络键盘侠啊。最后，频道想问问大家，对于张雨绮工作室这次的声明，你怎么看？你觉得饭圈互撕的根源到底在哪里？我们该如何营造一个更理性的网络环境？张雨绮被曝蹭商务活动，职场霸凌程毅，工作室发声明维权。演员张雨绮工作室发布的严正声明如同一枚深水炸弹，将职场霸凌、商务资源争夺艺人解约等敏感词推向舆论漩涡中心。这场看似普通的维权行动，在24小时内变演变为内娱粉丝经济的微型标本，暴露出行业生态中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与群体性对抗逻辑。2025年琉璃剧宣期间，张雨绮与袁冰妍、刘学义、白术后援会联合发布的宣传物料中，男主角程毅被指遭刻意弱化。网友翻出当年未删除的海报，质疑张雨绮方职场霸凌新人。尽管程毅粉丝称其实男主演尚无官方后援会，但4站联合事件仍成为粉丝群体中挥之不去的心结。这场争议实则是流量时代资源优先权的缩影。彼时程毅刚凭琉璃跻身一线，而张雨绮作为欢瑞旗下艺人，其团队被指利用剧方审核权压制合作演员曝光度。近期张雨绮官宣内衣品牌有棵树代言人，与程毅的全球代言人身份形成直接冲突，双方粉丝围绕咖位对等性爆发激烈骂战。程毅方指责张雨绮蹭顶流资源，张雨绮粉丝则列举其过往与程毅3次撞档代言的历史惯例，反讽对方资源垄断。据业内人士透露，欢瑞系艺人商务合约常存在内部优先条款，但程毅作为公司头部艺人，享有更高议价权。张雨绮的撞档更像是公司资源分配失衡的体现。张雨绮工作室引用民法典第1024条名誉权条款，强调网络暴力必须付出代价，却遭质疑用法律盾牌掩盖历史问题。网友翻出其2024年隐私泄露报警事件，认为其团队擅长选择性使用法律武器。这种维权工具化现象，折射出明星应对舆情时被动防御与主动出击的策略困境。网友发现声明落款公司青岛与你星光与欢瑞世纪无股权关联，结合欢瑞官网已删除张雨绮信息，推测其可能解约单飞。而其主演的《千秋令》播出数据惨淡，更让解约避险说甚嚣尘上。若属实，这场风波或是其脱离流量捆绑，重塑独立演员人设的关键操作。微博话题平台算法基于争议性持续推送相关内容，形成信息茧房。粉丝为争夺道德高地，将法律纠纷转化为艳女慕强叙事。男顶流粉丝网暴女演员与女演员借维权洗白两种话语激烈对冲，这种群体极化现象使事件早已超越事实本身，成为价值观的战场。从4站联合到代言撞档，粉丝群体将商业竞争异化为资源争夺战。品牌方利用艺人粉丝互撕提升话题度，经纪公司默许撞档以测试市场反应，形成黑红也是红的畸形逻辑。
诚毅粉丝列举的18个全球代言 title， 本质上是对流量及价值规则的畸形崇拜。近3年超60%明星纠纷首选发声明，但超半数声明因避重就轻遭反噬。张雨绮团队选择在剧集扑街次日发声明，被指用旧案转移焦点。张雨绮与诚毅的罗生门，恰似一面棱镜，折射出内娱亟待重构的信任机制与价值底线。